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守候着对您说一声晚安。每次翻看我和我妈的聊天记录，我总觉得自己是在看皇明祖训。没错，就是那部朱元璋为皇子皇孙们写的执政指南书。他呕心沥血写了6年，规定之繁琐简直令人发指，甚至连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都有指示。我妈分享给我的链接也是如此，大到这个最新政策你必须了解，小到厨房里的2种食物千万不能吃，以及酸奶为什么会爆炸。如果完全相信这些营销号的推送，生活真的是处处危机，留1万个心眼儿也是不够用的。对这类泛滥的信息，我们是该断然否定，还是要像父母一样奉为金科玉律呢？自省之书给出的答案发人深省。危险的不是相信太多或太少，而是相信的本身。关于相信，实在有太多话题可以聊了。首先，人们对相信本身的态度就有鲜明的区别。我有个大学室友，性格单纯，特别容易相信别人，哪怕是我随口说出的笑话，他也会当真。为此，他常常觉得我这个狡猾的南方人只会欺骗淳朴善良的北方女孩。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眼见为实，别人说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。博洋曾编了一个小故事，说孔子困于陈蔡，叫弟子仲由去乞食。掌柜的写下真字，拷问仲由怎么读，仲由答对了，反而被轰了出来。后来孔子出马，读作直八，掌柜的才给他饭吃。有的人宁愿相信自己眼见之假，也不愿相信他人所说之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第3类很特别的人，键盘侠。全然相信和完全不信同时存在于他们的身上。当一个轰动型的社会热点出现的时候，键盘侠们可以凭借接触到的一点点信息，就对事件的始末有了自己的判断。明星自杀，他们相信纯粹是吃饱了撑的，而不相信抑郁对人的影响。监控记录到了一些犯罪现场，他们痛斥着社会遍布黑暗。监控抓拍到美好的感动瞬间，他们不相信人间存在温情，坚称一定是自导自演的摆拍。他们只读一篇文章的标题，便笃定作者不怀好意，直接破口大骂。可见，相信与否，不只是容易轻信或者性格固执的问题。既然读自省之书，我们不妨学着认真反思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抱持的态度是否受到了外界的刻意影响？电影《搜索》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。高圆圆主演的公司高管叶兰秋偶然间查出自己身患绝症，心神恍惚地坐在公交车上，没有给身旁的老人让座。这一幕被一个实习小记者拍了下来。长相靓丽的白领不仅对不让座这件事情心安理得，还出言调戏老人，这正是媒体要抓的重点。于是画面经过剪切，看重呈现某些对白，从而引导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。人人都骂叶兰秋没素质，不检点，最终他不堪压力，选择了自杀。反转又反转的故事早已不罕见了。没有经历，就没有绝对评判的权利。慎思慎言，远好过作风往哪边吹就相信哪一面的墙头草。第二，我们抱持的态度是否出自于理性的思考？高中的时候，我对中医那一套理论很感兴趣，经常和同学们谈什么穴位经脉。有个同学习惯和人唱反调，便旗帜鲜明地反驳说，你说穴位经脉这些东西在哪儿呢？解剖也看不到啊，现在又说人有酸碱体质，食物有酸碱性，
饮食要平衡，那你来说说我是什么体质啊？而我则像卫道者一般，竭力支持我眼中玄妙的中医，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我只好总结到，你不能因为我证明不了，就认定这理论是假的，至少在实践当中，它是行之有效的。没人会觉得自己喜欢唱反调膈应别人，这或许是下意识的选择。当一个人尝到了辩驳的乐趣，往往会忽略理性的思考，认定自己已有的知识不需要其他的补充。第三，我们抱持的态度一定要依据理性的思考吗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讲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故事，主角派遭遇海难，和斑马、棕狗、母猩猩、老虎挤到了一条救生船上，最终只有派和老虎帕克经过200多天的漂流，幸运获救。这个人与老虎和谐共处的冒险故事，其实还有另一种更合乎理性的解读。斑马是船上的水手，棕狗是性格暴烈的厨师，母猩猩是派的母亲，老虎则是派体内的兽性。4个人在生死面前经历了惨烈的互相厮杀，而派则是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。理性的或许是黑暗的，但重点在于我们选择相信哪一个版本的故事呢？在黑暗的现实面前，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相信人性的光明。我想反思过以上3个问题，我们应该能稍稍理解狄德洛为什么说危险的是相信本身了。撇开舆论、网络暴力不谈，一个人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，实在难以在外界激起太大的水花。世界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它真实存在，就凭空消失了。可相信什么，决定了我们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是温暖纯良、包容开放，还是固执己见、愤世嫉俗呢？梁冬主持完一期节目之后，曾感慨现在接触到的新观点完全颠覆了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。比如量子力学当中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，似乎直接证明了王阳明说山中桃花，你不看它，它就不存在。大家原本认定是迷信的东西，现在突然有了几分道理。这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吗？到底该怎么跟上节奏呢？他回忆说，以前采访崔永元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崔永元年轻时特别痛恨各种大师，于是和司马南一起打假。但慢慢的发现，对待所谓大师的理论，最好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，而是等待和观察。延迟判断是一个普通人对待未知的最佳选择。不轻信，但也不拒绝，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都有边界。对于边界之外的，如果不能确定无疑地证明其荒谬，那就不妨过一段时日再去看它。或许某个时刻，我们突然就懂了，原来对方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。学会延迟判断，就是学会兼收并蓄，去无存菁。如此，我们便能摒弃傲慢心与嗔恨心。刚提到的自省之书，选取了哈佛大学图书馆举荐的135位最有思想的人的语录，一共318条建议，每一条都值得深入思考。相信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话题，还有许多话题亦值得细细探讨。书中有句话说，人的伟大在于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渺小，但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，正是由于自省的品质。每日3省吾身，每天向大写的人靠近一点点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守候在这里，